近2年来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风题材的兽人玩具啊，尤其是比较大型的那种猫科动物，也是玩家和厂家们会青睐的一种选择。各自了，亲爱的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企业。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产品啊，由这个 Mighty Toys 推出的金山郡。虽说标题上打着虎先锋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偏原创的这种题材或者角色。本身这个名字金山郡倒是比较有那个仙侠呀或者大侠那种风范。包装呢，当然也是沿用了这种偏国风的一些设计。除了字体以外，有这些刀剑的刻画呀，背面呢也有诗句：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周。现钱上赋，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全诗啊。不对呀，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文。这句的话还是比较有仙侠那个感觉的。打开之后，这个体积比我预想中的实际还会更大一些。腿部如果再打直一点，接近22厘米，个头真的不算小啊，因此它上手之后这个重量也是挺足的。兽形人这种玩具呢，一般来讲拆箱啊，先把尾巴连接好啊。它这个尾巴造型呢，采用了一个类似锁眼这种线位。我建议呢是先把它凹一个自然点的造型，然后再和屁股连接好啊，这样会更方便一点调整。形象方面就是这种虎形人，或者说妖怪兽人的这种题材，身姿上就是比较高大魁梧的这个造型。外面覆盖着很国风的这种甲片，也是比较夸张和威风的那种。外观部分这个搭配其实还比较复杂的，胶件和布艺对比去看的话，它这个色差不会太明显。甲片的话就会有更多偏影视化、动画的那种色彩，肩吞啊、膝盖部分这些兽首啊，像饕餮一样这些形象呢，还是更加现代一些的这种审美。两侧采取了不对称的设计，右臂这里呢就是大块裸露本身的这个虎皮。护臂是红钱加红绳的这种设计，左侧呢大块肩甲加这种很厚重带有火纹的护臂，甲片看起来这个颜色做的还是比较重一些的，上面也会有一些那种锈迹啊或者垂纹一些沙眼那种感觉。内部化就是纯粹这种老虎形象。头雕部分总共2枚啊，开箱自带的是一个这个张嘴怒吼头，能看到神态上刻画会有一些飞机耳。实际我觉得偏严肃一点，这个龇牙头就在正常站立下更加搭配啊。这个张嘴头的话，可能你摆一些大魄力的动作会更加合适。相比于外甲部分啊，内在这个皮纹皮毛，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可以提升空间。眼睛的刻画，如果能用一种更加通透、注视感更强的方式去制作的话，肯定会增色很多。还有像牙齿这些精细程度啊，就和全身的这个尤其甲胄效果去对比的话，这个头雕还是逊色了一些。如果这个头部能再做一定的升级的话，那它整体的这种威风的感觉或者压迫感来讲都会更强。手感方面或者说上手的这个感觉呢，第一还是这个比较沉重的啊，紧实度目前体验来讲我觉得也蛮好啊，因为它会用到比较多这个齿轮关节，毕竟这样的大体积嘛，而且掰起来这个感觉啊还不是很生涩啊。头部连同颈部的话，它这个脖子是一个大的零件，转起来动起来它的幅度蛮大。肩膀部分呢，右臂实际来讲不会有太大干涉，左臂这里会有这个大的肩甲嘛，但是它连接的地方实际是靠下端绑在了这个大臂上啊，因此你给它窜一窜也会掰得比较高。肩膀部分有这种外拉的关节，肘部的话是一个齿轮关节啊，支撑性和幅度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腰部这个幅度我说实话也不小啊，前胸甲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小的护胸设计，这一部分并不会受到甲片的干涉。腿部的话，两侧腰封是这种软胶件，所以你在向外拉的时候它也可以避让一地方。前提的话同理，膝关节的这个位置空间不小，小腿是反曲造型，这里的话也可以自由移动。脚踝部分
双段的关节啊，这个空间接地没什么问题。掰下来有一个感受，就是在这样的大块头中，这种可动的范围和幅度，我自己是满意的。而且利用了很多齿轮关节，支撑性还有手感上，目前体验来讲都是可以的。小腿反曲的部分没那么紧，但是呢，因为它造型的缘故，你把它立住的时候，站立性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左肩这个大肩胛它是移动的嘛，掰好之后给它贴合一下，做一个好的打理。手型的话挺夸张的，指节呀，包括动态的张力，我是蛮喜欢。掌心也有猫科动物专属这种肉垫，也不仅仅是这手啊，你翻过来这个脚底一样带有这个肉垫啊，相当于给这个老虎大侠营造了一种福瑞的感觉。酒囊和这个令牌造型上都不错啊，酒囊就是这种仿皮效果，令牌呢上方有一个虎头，下方有这个令字，也是像那种国风游戏中能够拿到的一些配件。青蛙看着挺大一只啊，用了一个半透明这种绿色。下层吸塑的配件就主要是各种武器啊，这个会更加丰富一些。虽说不是集齐18般兵器啊，但是也几乎占了一半。武器配色搭配上基本都是这种仿布条缠绕黑金配色，比较厚重和浑圆的设计更多一些。刀的话2把，一个带有刀鞘啊，另一个就是这种大刀。刃部的话都做了一些劈砍的做旧痕迹。枪的话并不会很长，看着比较有力量感。双拐对于玩具而言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武器搭配，除了和之前一样的这种配色啊，它在这个把头这里还有2个虎头的设计。然后是这2把钺啊，这个就更少见一些啊，巨大的弧形，两侧的这个尖角比较锐利啊，还有一个巨大的飞镖或者像是这个手里剑，目前唯一的远程武器。另外有之前青蛙被弹射出去的这个造型，它这个连接呢就是放在左臂的这个臂甲上啊，像是把这个蛤蟆发射出去一样。武器搭配的时候，这个握持的手型相对还是会比较紧，这里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加热感化一下，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磨损。武器本身也都是塑料材质，这个在插拔的时候，就是握持的时候还是尽量小心一点。2把刀都附带了专属的连接件，可以卡在后背这个皮带上进行搭载，这背起来还挺威风。简单开箱体验啊，我个人感觉这款玩具的造型是偏向国风幻想题材那种与其说它是一个妖，更接近于一个大侠一样的一个风格啊。我觉得整体还是正气凛然那种啊。实际上造型在厚重之余加了一些仿布料的这个结构嘛，所以看上去会更加潇洒。当然了，皮毛部分尤其头部啊，这个精度还是再增加一些，我觉得这个产品会更加耐看更有趣。准确点讲就是这个虎头啊，这里如果能再精致一些的话，肯定能有更好的一个呈现。配件上很丰富，各式各样的兵器搭配这个手部造型，还有它比较优秀这个可动呢，能够去摆出很多那种比较大魄力的战斗姿态。尤其这个双拐和双钺在玩具中出场率还是比较低的，摆起来会更有趣一些，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设计上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小配件或者小的角色，就是这个蛤蟆，这青蛙啊，它存在感其实是比较高的，又有一个特效键连接的玩法，好像它是一个伙伴啊，长期趴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射出去。如果说你有类似的其他这种兽形人呐、兽人呐、妖怪的玩具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和搭配。这个老虎的存在感，个头上，还有这个分量上，包括造型上，还是挺猛的。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